婚后10年，太子为了心尖上的那轮明月，不许我诞下他的血脉，任由我置身于后宫的诡谲人心中，被算计到灯枯油尽。重生回来，我当即拒绝了与太子的婚事。太子却乔装闯进我卧房，咬牙切齿道：“除了本宫，你还想嫁谁？”我淡然喊侍卫把他乱棍打出府，对他一字一顿说：“嫁给谁都不会嫁给你了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皇后给燕铎选太子妃那一年。和华殿内，世家女们坐在母亲身侧，或娴静，或雅致，皆是一等一的好模样。可我知道，正悄然立在屏风后的太子，并未瞧上任何一位姑娘。太子心尖上的白月光，样样都好，却只差一个出身，没有资格进到这殿中来。如上一世那样，皇后一一问过大家的喜好、品性，嘴角噙着淡然的笑，令人琢磨不透。最后，她挥退众人，只留我母亲与我，陪她小叙一会。皇后握着我母亲的手，表情和煦：“本宫瞧着，你们家的女儿不错，不如……”我猛然起身，打断皇后的话，直直跪到她面前：“承蒙娘娘厚爱，只是崔莺已有心悦之人，不能做太子妃。”母亲讶然，也许不明白为何我会如此失礼。皇后眉间似有愠怒，却迅速平静下来，笑着感慨一句：“率性天真，不愧是崔氏女。这亲事看来是结不成了。”屏风后忽而传来细微的声响，我转眸，只看到一抹闪过的袍角。应是燕铎，他应当满意了。这一世，他不会再娶一个不爱的人当他的妻子。我随母亲走出殿门，宫城之上，天高云阔，我松开一口气，泪水不知不觉呼了满眶。母亲摇摇头，斥我胡闹，看我模样，却又叹了口气：“不愿做太子妃就不做。我家阿莹心思纯善，真要入了东宫，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。只是这种事，早些跟阿娘讲就好了。上一世，皇后看中的太子妃也是我。我出身于百世簪缨的名门望族，父亲是当朝丞相，兄长深得陛下喜爱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是以，我嫁给太子燕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于我而言，我也是愿意嫁给他的。14岁那年，上元灯节，我与侍女走散，独自站在桥边等人来寻我。几个地痞流氓上前调笑，嘴里不干不净。我害怕地攥紧了手中的花灯，正想抡过去反抗，眼前忽闪过一红衣少年的身影。他衣袂翻飞，顷刻间便把那几个人一一踹进水里。夜色里，只见他长身玉立，眉眼间尽是恣意明耀。“哎，你是哪家的姑娘？”少年问。“这么晚了，怎么一个人在这？”“崔家的，和家里人走散了。”我答得从容，心头却如肋骨一般，嘈然的不成样子。那少年念叨着崔家这2个字，便差护卫送我回府，自己却匆匆离去。他鲜活身影没入人潮，背影都染着喜意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燕铎乔装出宫，是赶着傅落明月的约。宫宴再见，我认出那日遇到的少年，竟是当朝太子燕铎。遥遥相望，视线对上的刹那，燕铎向我眨了下左眼，食指放在唇前，示意我保密。我不禁莞尔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春风绕着懵懂心事打转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习字落笔，只描出2个字来：燕铎。皇后选崔氏女做太子妃，人人都满意，唯独燕铎在皇后宫前跪了一夜，执意要娶自己的心上人。我浑然不知，在府中跟着宫人学繁琐礼仪，满心欢喜地准备做太子妃。出嫁前，长公主广邀世家子女来山间别院小聚，我和太子自是受邀前来。燕铎整场宴会不见身影，我被世家女团团围住，庆贺落在我身上的这门喜事。角落里却突然乱作一团，名唤落明月的姑娘泪眼朦胧，被人泼了满身汤汁，狼狈不堪。燕铎站在不远处，眼底复杂情绪涌动。有人暗暗嘲笑，七品官的女儿纵使混进来宴会，也仍上不得台面。我上前解围，令人将落明月带下去，把我备用的衣裳换给她。将至日暮，我又把自家的马车让出一辆，好护送落明月回家。燕铎留意着这一切，闷声对我道了句：“多谢。”我稀里糊涂应下这声道谢。隔天，落明月的尸身在城郊被发现。
是山匪作乱，又不认识崔家的马车，只管烧杀劫掠。我自是十分后怕，纵使人人都劝我说不是我的过错，我还是觉得自己害了骆明月，大病一场。而太子率亲兵剿了满座山的匪徒，听说那一晚血流成河，无人留得性命。成亲当晚，红烛灼灼，我看向燕铎，眸光流转，尽是羞怯。他捏着我下巴，面上不见喜色，你心悦本宫？我抿唇，坚定应道，自是喜欢的。燕铎凌厉眉眼逐渐松展，半晌，他似是自说自话道，语气沉沉，那便好。锦被翻浪，烛泪滴了满盏。成婚第1年，燕铎待我极好，他不纳美人，不好声色，似是将所有的情意付诸在我身上。上京人人皆知，太子妃是个好命的女子。我初为人妇，虽在重重宫闱里艰难处事，但心头总是欢喜的。我也用尽心思对燕铎好，只盼举案齐眉，如此相伴一生。成婚第2年，皇后与我叙话时，面上尽是慈爱，明里暗里催我尽快诞下东宫嫡子。我看向毫无动静的肚子，默然点头。成婚第3年，各处送来东宫的美人一茬接一茬，燕铎尽数遣散，从不肯纳下。夜半，我试探着让他收下几个美人，燕铎扯来锦被蒙住我双眼，细密的吻落在我脸颊。他声音缱绻，我只要你一个。隔日我照常去侍奉皇后时，他寻了由头，罚我跪在殿前。慈悲像圣人心的皇后，话语淬着冰冷的刀光，太子妃，你竟如此不懂事，本宫真是看错人了。成婚第5年，我依旧无子，太子妃崔莹成了全京城闻名的妒妇。皇后、陛下，亦或我的母家，甚至与我两心相许的夫君，都在责备我的不堪。我越来越疲惫，逐渐变成一具浑浑噩噩的偶人，积郁成疾，毫无生气。发现真相那1年，我已是燕铎的皇后。皇帝没有血脉存世，国朝人心浮动。9月围猎时，我又一次为那非之事去寻燕铎。隔着一道垂帘，我清楚听到里面的交谈声。皇后数年无子，陛下还是难以抚平心中怨，对吗？燕铎沉默片刻，答道：不够。明月死得凄惨，孤要让他一生偿还这份罪孽。明月，骆明月，早已模糊的名字，此刻在我脑海中轰然炸开。我仓皇离去，差人去打听经年前的事情。骆明月的父亲曾是太子詹事，常带着男装打扮的女儿入宫，与幼时的太子一同玩耍。青梅竹马之意，纵使后来落父遭罪，再三受贬谪，也没有断绝。燕铎心尖上始终是那轮明月。下属呈来一张画卷，上面的女子杏眼桃腮，年轻秀美的容颜丝毫未被岁月侵蚀。我颤抖着将手覆上她双眼，露出的下半张脸正与我有几分相似。骆明月死了，燕铎以为是我害了他，所以这么多年，他的专宠是裹着蜜糖的毒箭，要让我受言语指摘，人心挤兑。我无法生育，是饮食中掺入的一碗碗避子药。他情至浓时的话语也只对骆明月讲，须至后宫，不纳美人，是当初他对少年时爱人的承诺。可笑的是，我活在编织的美梦里，从未清醒过。当了近10年燕铎的妻子，我循规蹈矩，从不犯错。此时却策马疾驰在林间，任由泪水糊了满眼。坠落的瞬间，我想，若有来世，我不愿嫁给他了。崔家的长女崔莹，也是千娇百宠养大的姑娘，怎会为了情爱，却害死无辜的女子？燕铎，你该告诉我的。从皇后宫中归来，已有数日，前世那道立我为太子妃的诏书，并未送到崔府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总算觉得真切活了过来。给母亲请安时，我伏在她膝畔，听她与我说话。安营相中的少年郎是哪家的？母亲摸着我的头发，与阿娘说，阿娘也好替你定下这门婚事。我脑海骤然一片空白，对皇后说的话只是借口，我哪里真的有心悦之人？陆家那孩子温文雅致，与你兄长常有往来，常常到府上拜访，是他？我讷讷难言。陆家昭年，芝兰玉树，后来也是朝中一等一的权臣。上一世，群臣上书请求废后时，陆昭年必冲在首位。见我迟迟不答，
母亲只当我害羞，轻笑2声，便替我做了决定。3月春暖，临水游乐，是为上巳节。陆昭年将我护在身侧，小心避让着过往行人。我仰头，只看到他白皙侧脸和唇边噙着的淡然笑容。阿莹可是有心事？些许日子不见，怎么沉默了许多？崔陆2家私交不错，陆昭年自幼唤我阿莹，我便也顺理成章叫他一声二哥。没什么，我笑得坦然，前些日子做了一场噩梦，被吓着了。如此，陆昭年若有所思，遂即解下腰间玉佩，递至我面前。此玉产自西南福地，有安神宁心之效，阿莹收下吧。我抿了抿唇，应道：多谢二哥。陆昭年轻笑着颔首，转眸间眼神却定在一处。我顺着他目光看去，曲水之畔，垂柳下的少年少女相对而立。少年长身玉立，少女含情脉脉，端端站在那便是一对璧人。太子殿下，陆昭年喃喃道，似是感应到这边的动静，燕铎乍然回头。春水微澜，夹岸花树簌簌摇落，卷了一地落红。视线相交的刹那，燕铎疾步向这边走来，在我们身前站定。他直直盯着我，欲说些什么，却只吐出2个字：崔莹。陆昭年不露痕迹地将我往后挡了挡，拱手行礼，见过殿下。燕铎身后的少女气喘吁吁追了上来，轻声喊了句殿下。我认出那是骆明月。燕铎浑然不闻，伸手欲牵我的袖子。陆昭年抬手挡住他的动作，眉头微皱，提醒道：殿下这般行径有些冒犯了。燕铎才看到我手中的玉佩，难以置信道：你们？陆昭年与我满是疑惑，不知道燕铎今日抽哪门子风。后半日，我们4人便在一起。陆昭年将来是天子属臣，这时自要陪在燕铎身侧。我浑身不自在，只想赶快回府。一路上，燕铎不时想与我独自说些什么，皆被陆昭年挡了回去。乌金西坠，暮色四合，总算到了分别的时候。路边的小女孩提着一篮芍药，怯生生上前问道：公子，买花吗？芍药是情郎赠予心爱女子的花。骆明月看向燕铎，眼眸盛满期许。我搭着陆昭年的手上的马车，没有再回头看那对有情人一眼。与燕铎相遇的突然，我心头愈烦。夜半时，我迟迟睡不着，便趴在窗前发呆。眼前猝然堆满鲜红花簇，热烈明媚，染着整个春日的清香。燕铎的面容自花之后探出，他来得匆忙，身上穿的黑衣沾着不知从何处来的泥土，只有一双眼眸在夜色中灿然若星子。我定定看着他，听他朗声问我：崔莹，除了本宫，你还想嫁谁？我皱眉，便要合上窗子。燕铎却急切上前制止，忙道：你莫要嫁给陆昭年，那人心里全是家国，都比妻子更重要些。我默然问他：太子殿下深夜前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燕铎把花递上前，眸中情愫涌动：阿莹，我一心悦你，你嫁给我吧。我会对你好，一生一世，不，永生永世的那种。永生永世？我唇角浮现一丝嘲讽似的笑意。太子殿下，我们才见过几次面，您就贸然闯进我卧房，说这些犹如女儿家清誉的话。崔莹是有什么地方得罪殿下了吗？燕铎面色有些不知所措。哦，对了，国朝的太子若是地上拜帖，登门做客，崔家自是以礼相待。可夜半3更闯进姑娘家闺房的，只能是胆大包天的贼人。我骤然拔高声音：来人，把这个贼人赶出去！府中侍卫冲进来，七手八脚地抬起燕铎，把他丢出府外。崔府后巷，燕铎身边站着一道灰影，护在他身前，手中长剑对准崔府的侍卫们。燕铎疲惫地喊住他的暗卫：丁臣，罢了。我凉凉扫过他们，随即将整篮芍药丢到燕铎脚下。这花崔府有的是，殿下收回吧。今夜之事，崔莹全当未曾发生，殿下金尊玉贵，切莫再做出这等无礼行径。燕铎眸中光芒点点熄灭。至于殿下与我说的话，崔莹不会当真，殿下放心。整个上京城，除了殿下，崔莹谁都能嫁。在他灰败的神色中，
我沉静地说完最后一句话。白日里，殿下身边那位姑娘，才是殿下真正心悦之人吧？人生于世，真情是最重要的。殿下须得保护好她，别让她受了委屈。这也是上一世我想对燕铎说的。我以为我已经将话说得够明白，但燕铎并未死心。每日，我窗头都会平白无故出现新鲜的花束，有时是芍药，有时是合欢，看得出都是费了心思寻来的。我只觉得厌烦。燕铎这人明明喜欢的是别的女子，却要来向我献殷勤。思来想去，他应该是想拿我当靶子。燕铎需要一个出身不错的世家女，为他的心上人避一避皇室的剑与刀光。可惜我不会再受骗了。如此过了几日，我令人设下陷阱，待送花的人来时，巨网从天而降，把他困在其中。我慢悠悠走过去，正对上网中男子的目光。我讶然，你是？那灰衣男子垂下双眸，缓声答道：小人丁晨，是奉太子殿下命令，给姑娘送花。他怀中小心护着捧桃花，连一片花瓣都未受损。与之相反是丁晨苍白如纸的面色，他腰间渗着血迹，应是受了重伤。我过去探看时，他已然意识迷蒙，将要昏睡过去。我叹了口气，你们家殿下真是一贯的不考虑他人感受。为防这人死在府上，我差人找来郎中，给丁晨疗伤。待人给他上过药，我在一旁撑着下巴打量他，等他醒过来。丁晨年岁不大，眉眼倒生得好看。上一世我并未在燕铎身边见过丁晨，要么是他一直在暗处行事，被指派到别的地方，要么是早早死于非命。正思索间，丁晨长睫微动，清醒的刹那，他便挣扎着起身要下床。你不要命了？我蹙眉。丁晨强忍着痛楚，虚弱道：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只是小人身份卑贱，不敢污了姑娘眼目，小人这就离开。我无奈一笑，你若是死在半路上，我岂不是白费力气？丁晨默然。我道：待着吧，等伤势好转再走。因缘际会，我和丁晨算是相识。他回去复命时，便替我试探燕铎的意思。太子殿下是真心喜欢姑娘。丁晨如此对我说，语气笃定。这样啊。我点点头。那他此前对那位洛姑娘与对我相比较，哪个更真心一些？丁晨漆黑眼眸浮现几丝茫然。他辨别不了，正如曾经的我也分不清。罢了，不为难你。我捧着账本，专心致志地看。太子殿下要送什么，任他去送吧，你只管与他说，我不会收。丁晨颔首。太子却仍固执地差丁晨来送东西，从做工新奇的珠钗到精美胭脂、西域乐器，亦或文玩砚墨，日日不曾重过样子。与此同时，阿娘也急于给我学门亲事。我在府中学着管家的本事，有前世经历，倒是驾轻就熟，只是心头郁郁。阿娘相中的人是陆昭年，可我不想嫁给他，或是说我不想嫁人。侍奉婆母，一门心思讨好夫君，说话做事都要在心里先斟酌千百遍，这样的日子我过了那么多年，早已疲于应对。可崔氏女如何能不嫁人呢？我困在闺中，思绪沉入泥沼，不断下坠。丁晨来送东西时，恰好撞到独自发呆的我。这些日子我和他熟悉了许多，知晓他出身贫寒，自幼被卖给皇室，做见不得光的暗卫。丁晨难得开口问道：姑娘正值年少，为何整日暮气沉沉？我一愣，10年搓磨，我早已忘记少女时的崔莹是何模样。若我说我厌倦了如今的生活，又惧怕将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无病呻吟？我轻声道。丁晨答得从容，不会。人生于世，本就各有各的困顿和苦闷，我连姑娘经历过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敢妄自评判姑娘的心事？呵，我低笑。丁晨抬头看了看昏暗天空，突兀问道：姑娘要不要随我出去散散心？现在？我有些意外。不，还未等我反应过来，丁晨便仓皇否认，小人逾越。我浅笑着伸出一只手，歪头看他，我答应了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们去哪里？我鲜少见过夜晚的上京，更是从未置身于熙攘人群，顺着人潮前行。千灯照壁，云高楼红，到处都是摊贩的叫卖声。
我手里举着糖人，额前半戴着一个狐狸面具。丁晨抱着买的果干糕点，走在我身侧。你看，我向丁晨晃了晃手里的虎头铃铛，眉眼弯弯，这个给你，听说能辟邪。丁晨腾出一只手，艰难地接过铃铛，声音淹没在酒肆的歌舞声中。这一夜，我和丁晨听戏、看杂耍，赏尽市井繁华，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。他们穿着粗布麻衣，眉宇显露经年的劳苦，却仍自得其乐，努力谋生，赚钱养家。我曾被虚情假意搓磨，他们被外面的锋刀双剑搓磨。说来说去，我倒是更幸运些，心态却远远比不上他们平和。夜半，我坐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，身后丁晨在撑船。朗月繁星，天幕浩渺，眼前一道白光直冲夜空，砰的一声绽开，数道流星溅落。紧接着，似是百千束花火齐发，陡然照亮整片夜空。两岸响起不断的惊叹声。我一看像那烟花，眼眸盛满喜悦。我曾见过比这盛大千百倍的景色，却只有今日，心里都是欢欣雀跃。丁晨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烟花。我回过头，撑桨的男子挥衣冷峻，眉目却在夜色中柔柔舒展开来。他淡笑着道：“那便好。丁晨，若不做太子的暗卫，你想做什么？”山间野人。住山里，餐风饮露吗？不，春来折槐花做包子，夏日捕鱼吃愉快，秋天正赶上石榴成熟。河水微漾，交谈声愈发朦胧。我轻快应道：“真好。”外出夜游一次，我心头阴霾散去不少。时间兜兜转转，到了长公主设宴那一日。这一次没有诸多人围在我身前，我也乐得自在。角落里猝然一片骚动，我看向那边，骆明月仍如上一世那般，被泼了满身汤汁，形容狼狈。燕铎站在长廊尽头，他眸光沉沉，并未上前。我看了一眼，没看到丁晨的身影。而这边，众人的窃笑声令骆明月红了眼睛，似是一只出生的羊羔，瑟缩在一旁，模样甚是可怜。他目光游移，最后无助地望向我，许是上巳节遇见过一次，便记住了我。我无声叹了口气。上一世燕夺不来救他的心上人于水火之中，可以理解为碍于我这个准太子妃的存在。那这一次呢？罢了。我上前用锦帕擦干净骆明月脸上的污迹，柔声道：“没事的，我带你去换身衣服。”那双杏眼满是湿漉漉的水汽，闻言，泪珠滚落在我手背。对于骆明月，我若说没有半分怨怼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我清楚，骆明月无辜，过错最大的人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。上一世骆明月坐了我家的马车，死在半路上，我不知晓是意外，还是有人蓄意害他。这次我并未遣人先送他归家，而是邀他待会与我一同回去。我救他一命，只盼燕铎能与他好好在一起，勿要祸害别人家的女儿。骆明月却是感动极了，握着我的手，泪眼婆娑：“姐姐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子了。”我扯了下嘴角，随即抽出手，到外面透气。别院草木葱郁，我坐在水边的凉亭，看鸡尾游鱼戏水。水花溅落的刹那，我隐有所感，抬眸看向不远处的男子。他悬衣压身，神情满是痛苦和挣扎。大燕的太子，生来便骄傲自矜，这般样子倒是少见。燕铎闭了闭眼，向我走了过来。他声音有些颤抖：“阿莹，你是不是也回来了？”我心头一紧，接着反应过来，眼前的人是燕铎，也是我朝夕相对、共度10年的夫君。他和我一样，亦重活了一次。是，我冷声答道。燕铎眉宇间尽是苦涩，原是如此。我记得上辈子你是喜欢我的。我默然相对。燕铎小心翼翼，声音似是祈求：“阿莹，上辈子是我误解你，我负了你。幸好上天给我们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补偿你，我会真心待你，给你全天下最尊荣的地位。阿莹，我只想要你做我的妻子。”是吗？我垂下眼眸，轻声道：“可臣女已经不敢再相信殿下了。”燕铎眸底悲哀之意渐浓。我继续道：“言语不无讽刺，上辈子殿下诉过太多次钟情，臣女信了，没落得个好下场。殿下为了青梅竹马之意，不管不顾地害我一生。
如今却突然要偿还，是想说夫妻情谊已然胜过与那位洛姑娘的感情吗？臣女又怎知这不是新的圈套？燕铎上前紧紧抱住我，声音嘶哑：“阿莹，再信我一次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我立即挣脱出来，趁燕铎没有防备，狠狠将他推倒在地。燕铎仰头看我，眼眶微红：“太子殿下，还需要臣女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吗？臣女怨恨你，殿下不要再纠缠臣女，便是最好的补偿了。祝殿下早日得娶佳人，万寿安康。”我整了整衣裳，转身干脆离去。拐角隐蔽处，我兀然撞见丁晨，他眼神关切。我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并没有事。而庭中的燕铎颓然呆坐在那里，良久未曾起身。燕铎这人命好，一出生便是国朝储君，天性乐于轻贱别人，也总以为别人会谅解他，包容他。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对燕铎的憎恶愈发严重，连带着对几次三番上门寻我的骆明月也没什么好心情接待。骆明月从不泄气，每次见了我都甜丝丝的笑着，热情地送我各种自己做的精细玩意，说是全当那日我替他解围的谢礼。也不知道冥冥中是否真有什么因果，我去街上采买东西，半路都能撞见与人起了争执的骆明月。他对面那人身形高大，衣着华贵，操着一口蹩脚的官话，看样子是北方的蛮族。最近北萧国来时，意为交涉边境城池归属，是现如今两国邦交大事。我遣人拿着崔府印信上前，半说和半威胁，总算让那蛮人冷静下来。骆明月霎时扑进我怀中，抽噎道：“崔姐姐，还好你来了。”我轻抚着他的脊背安慰，抬眸只见那蛮人正盯着我看。我颔首低眸，全当礼节，那人却摸摸头发，奇怪地笑了笑。我当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，没几日却被父亲叫到书房。父亲波澜不惊道：“北萧使臣有意替他们的亲王求娶崔家长女，此事若成，边关城池便再无争议。”我跪在地上，默然不语。北萧酷寒，民风粗犷，人人都知道。为父的意思是，国朝的公主尚能为国和亲，崔氏女。话还未说完，便被一道凌厉声音打断。我阿娘风风火火闯进来，全无往日温善模样。崔郎，你休想把我女儿嫁到那种苦地方。崔家百年门楣，就是为了让你献出自家女儿，媚上求荣吗？父亲喉头一梗，说不出话来。此事休要再提，阿莹的亲事我自会安排。母亲扶着我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外面风急雨骤，母亲望着万里阴云，只笑道：“本想着慢慢相看，现在倒要尽快为我们家阿莹定下门亲事了。嫁人是迟早的事。”我盯着窗外，只觉得心头空落落的。母亲早有意与陆家结亲，陆昭年多半是我未来的丈夫。是以他上门拜访时，我以为他是为了一亲一事，不曾想他径直来寻我，声音温吞如水：“阿莹，最与你相配的人，其实是太子殿下。”我怔怔看向他，青年衣不染尘，自是灵秀端方，说出的话语都带着十分恳切。太子殿下少年心性，有时行事会莽撞些，但对你一片赤诚，你嫁给他不会受委屈的。况且使团不敢打未来太子妃的主意，一字一句都替我着想。可之前两家交际甚多，陆昭年明明有意促成这门亲事。够了！我声音艰涩：“那二哥呢？二哥不愿娶我吗？”陆昭年眸光一颤，面上的笑容依旧温和，温和到僵硬。良久，他应道：“二哥不能娶你。”我低笑掩饰眸底的讽意。也是，崔莹是太子想娶的女子，所以整个上京城没有人敢违逆太子。崔家接到赐婚的圣旨时，一切尘埃落定。原来燕铎从未放弃过。太子妃之位花落崔家，成了上京令人津津乐道的喜事。燕铎往崔府送了一对亲卫，领头的人是丁晨。视线交错，丁晨冷面寡言，认真履行着太子托付的职责。我了然，名为保护，实则是监视。凉夜冷风，我抱着一坛酒，大醉一场。窗外树影摇曳，模糊了双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替我盖了件衣裳，叹道：“当太子妃不好吗？”“不好。”我哑着嗓子重复道：“不好，一点也不好。我不要当太子妃，我要做崔莹。”
我一连几10日闭门不出，谁也不见。母亲怕我闷出个好歹来，令我到城郊佛寺散散心。为了清静，我没带几个仆从。崔府门口的姑娘乍然眼睛一亮，喊道：崔姐姐。我顿觉头痛，每次见了骆明月，总没有什么好事情。可她天性乐观，不会看人脸色，只管热切地往前贴，叫人没法狠下心肠。骆明月随我出城，在马车上，他笑道：还好是姐姐当了太子妃，日后在东宫，我就能和姐姐一起侍奉太子殿下，真好。我揉着头，太子是这般应许你的，能当殿下的妾室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争的。将来你是殿下的妻，我便是生下孩子，他也要唤你一声阿娘。骆明月满是憧憬，好似已经看到妻妾相贺，东宫一片其乐融融的样子。别说了，我心头一堵，若真是那样，未免太恶心了。骆明月睁着浑圆清澈的眼眸，啊，我不喜欢太子，当太子妃也不是我心中所愿。日后你们要如何便如何，别污了我的眼。骆明月皱了皱鼻子，却扑哧一下笑出声。原是这样，姐姐，其实我方才说的话是骗你的。那日我看见殿下与你亲昵的样子了，殿下心悦你，为了你，他不要我了。他清凌凌的眸光逐渐暗淡，他才见了你几次啊，就不要我了。你……骆明月自顾自地说，我和殿下自幼便在一起，他曾经什么话都与我说的，怎么一夕之间什么都变了？殿下随意收回的诺言，于我而言却是灭顶之灾。我那个追名逐利的父亲，正打算把我送给高官贵人当侍妾呢。我感受到浑身渐渐失去力气，张口欲求助外面的人。骆明月上前捂住我口鼻，悲哀道：姐姐，你真的很好，和那些看不起我的世家女不一样。只是你活着，殿下就不会再爱我了。我醒来时，全身都隐隐作痛，抬眼四望，星子满天，旗下河谷如银带，水流潺潺。我挣扎着起身，奔向旁边的灰衣男子。模糊意识里，马车坠崖的瞬间，丁晨不管不顾追着跳了下来，用身体做肉垫，替我挡下大部分伤害。我小心探看他的伤势，幸好他还活着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眼角却有泪珠滑落。丁晨微微张开眼，声音细弱：还好，姑娘没事。为了救我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我哽咽着。丁晨唇角勾勒出一个微小的弧度，无心所向，死而无憾。我把他拖曳到平地，自己也没了力气，与他躺在一处。夜空广袤，无垠星光蔓延至天幕尽头，耳边虫鸣作响。我轻声道：上京之外的天空也这般好看吗？丁晨顿了顿，应道：我带你去看。去哪里？那便去我的家乡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唯一一次我可以离开上京，不再做太子妃的机会，而身边恰好有一个令我心安的人。离开前夜，丁晨替我冒着风险，与我阿娘报平安，并且告别。回来时，他手中拿着2个人的录引平信。我阿娘说，唯愿阿莹喜乐平安。沿着洛水而下，一路风暖天阔，便到了丁晨的家乡邺城，四面环山，民风淳淳。我细写道：真要一起当山间野人。丁晨摇摇头：我不会让姑娘受苦的。还叫我姑娘？我问。丁晨蓦然红了脸，轻声唤道：阿莹。来邺城的第1日，我与丁晨买下半山腰上的小屋，黄竹环绕，僻静安然。第2日，丁晨下山采买日常所需的东西，我洒扫庭除，清理了院里的杂草，隔出一块空地来，用来养花。第3日，我们布置好整个屋子，耐心琢磨了下桌椅摆放。下午，我们在树下做了个秋千。第4日，丁晨在山上打猎，猎来野兔2只，鲜鱼2条，不幸把它们烤成焦炭，只能又到山下觅食。第5日，我贪图午后阳光暖意，拉着丁晨一起做方便晒太阳的躺椅。奈何树叶不精，砍来的木头一半做了柴火，一半送到山下木匠老伯家，托他按着样式做成一张椅子。第6日，我经着烟熏火燎半天，熬出半锅粥来。丁晨回来，见到我未语先笑。我忙照镜子，抹了，把脸上的黑炭踮着脚往丁晨脸上蹭。第7日，
我与丁晨各执一笔一纸作画，我画出他12分坚毅俊朗，他描出一整夜四不像来。这处小屋到处留下我们的生活痕迹，我们白天在院里种花晒太阳，晚上卧在躺椅里看星星聊天。若能这样过一辈子，也挺好。岁月如流。某日，丁晨去城中采买东西，我拿书盖着脸，躺在椅子上晒太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将要睡着时，脸上的书被拿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居高临下的阴影。烟朵。我瞬间清醒过来。许久不见，烟朵瘦了不少，眉眼缠绕着散不开的阴翳。他正沉眸看我，看着看着，突然弯唇一笑，这笑意里却没什么喜悦感，让人阴恻恻的。你怎么寻来的？我目光戒备。烟朵闻言笑意更深，本宫不来，怎么能知道本宫的太子妃如今过着这样的苦日子？我看着模样陌生的烟朵，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盛。殿下想做什么？烟朵轻声自语，执拗道：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离开本宫，你不可以。我还未听清，他便俯下身来，唇齿相碰，近乎撕咬起来，仿佛要将我拆吃入腹。我瞪着眼睛想推开烟朵，他却力气大的不容我一丝一毫的反抗。脑子黑了一片，良久，烟朵才松开我起身。他径直抱起我，走进屋子，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响起：此番来，本宫带了1000精兵，那个卑贱的暗卫若敢回来，本宫便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水月镜花，须臾间如浮沫般破碎。烟朵不仅是太子，他还是曾一夜屠尽山匪的弑杀君王。他是真的会杀了丁晨。我在心里一遍遍祈求丁晨千万不要回来，千万不要回来。屋内，烟朵将我绑在床榻上，兀自盯着桌前画像发呆，气氛几乎凝滞。日光随着时间游移，直至灿灿余晖洒满整座屋子，盔甲铁器相碰的声音乍然响起。我拼了命般挣扎，却连发出的声音都被堵住。没过多久，一切归于寂静。烟朵轻叹：阿莹，他还是来了。解开束缚后，我猛然下床，向屋外跑去。黑甲连绵，肃然无声。丁晨浑身浴血，倒在院子中央。我无措地去触碰他的脸颊，他喉头冷气呵呵，血水不断涌出，染红了身侧的一带石榴。遥远光阴的对话乍然鲜活过来。春来折槐花做包子，夏日捕鱼吃鱼块，秋天正赶上石榴成熟。我跪伏着大哭，泣不成声。傻子，你还没告诉我冬天要做什么呢？不要死，丁晨，不要离开我，我们说好要陪彼此一辈子的。丁晨看向我，眼里没有痛苦，只剩下丝丝缕缕的温情，仿佛要将我刻入心底。他最后一句话是：莫要害怕，走下去。灰衣青年渐渐合上眼眸，攥紧的手指松开，手里的物件随即滚落到泥土中，发出清脆声响。我看见那是一个虎头铃铛。烟朵神色森冷，上前踢了踢丁晨的尸体。这样一个卑贱如尘泥的人，也值得被你放在心上。他俯下身，将我拢在怀里。阿莹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好好的在一起。你会是我的太子妃，将来的皇后，我唯一的妻。我低头看双手染上的鲜血，直至眼底尽是一片猩红血色。我又回到了上京。燕铎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连我消失这些日子都能解释为我是为国祈福，远离世事。母亲抱着浑浑噩噩的我哭了一场，更是时刻陪在我身边，生怕我出了什么事。我已然接受现实，上京的崔莹是皇室钦定的太子妃，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国朝和家族的体面，不能大哭，不能任性，言语举止都框在模板里。我到牢里看望过骆明月，他父亲先前犯了事，死在流放路上。骆明月如今也未好到哪里去，曾经若枝头桃花般娇美的她，头发蓬乱，面容枯槁如老妪。她痴痴地看着我笑，姐姐，我不后悔，我只是不甘心，他怎么就不爱我了呢？爱则欲其生，恨则欲其死。太子燕铎当真是个实实在在的薄幸人。我出嫁那日，天子主婚，禁军做仪仗，沿路洒下的金箔在日光下熠熠生辉，群臣欢饮，红妆铺地。这门亲事着实办得风光。夜幕落下，屋里红烛摇曳，
我顶着满头繁重饰品，面无表情地看向桌上摆的合卺酒。琴瑟之好，福禄绵长。可谁又能想到，一对怨偶还能有第二次洞房花烛夜？燕铎坐在我身侧，喜服压在他身上，衬得他眉目清越，毫无一丝那日的狠戾。他动手为我拆下一件件首饰，温热的气息愈发贴近，接着在我颈侧落下一个吻。情动之时，我木然地盯着上方紧张，眼底微潮。燕铎似是被这样的眼神刺痛，伸手覆上我双眼，却又意识到什么，迅速抽开了手。他低头吻我的眼睛，哑声道：“阿莹，别恨我。”婚后，燕铎事事都要弥补上一世的缺憾。东宫依旧不纳美人，燕铎言之凿凿，倒只愿专情于我一人。皇后每欲为难我，燕铎必及时赶到，护在我身前，为我与皇后生出许多局语。他待我极好，细致入微，从入口的膳食到权贵间人情往来，都以我的感受为重，着实做到了当世男子的典范。那我该如何呢？感恩戴德，愿为贤妻。多可笑！发现自己怀孕的第2日，我差人端来一碗堕胎药，仰头喝下那碗药的瞬间，燕铎恰好赶到。他冲了进来，目光扫过桌上只剩残渣的药碗，继而难以置信地看向我。他乱了阵脚，捏着我的下巴道：“吐出来，快把药吐出来。”腹间隐隐作痛。我扯了下嘴角，笑开：“殿下忘了，太子妃生不出孩子的。”阿莹。燕铎松了力气，语气悲哀：“我才知道，你是这世间最无情的那个人。”无情吗？我只知道，我厌憎燕铎，连带着厌憎腹中这个有他血脉的孩子。痛楚愈演愈烈，似是未成形生命最后的哀嚎。对不住，我心底轻叹，但你该怪的人是你父亲，没有他，大家都不会这样痛苦了。经过这次惨烈场面，燕铎没有气恼或发怒，反倒不再强求我给他生个孩子。春去秋来，年复一年，燕铎登基为帝，我当了皇后。民间盛传帝后间谍情深，人人钦羡。怨愤、仇恨在岁月面前似乎总会一层层褪去颜色。我在坤宁宫种了一片花圃，闲时起了兴致，便给燕铎送些补气益血的药膳。朝中崔氏仍如日中天，人才济济，海内清平，无战乱灾荒。一场风寒过后，燕铎却彻底病倒。我侍奉左右，握着燕铎的手，衣不解带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须臾不曾移开。燕铎有时清醒过来，面色如纸，眼神透着莫名的哀切。我柔声唤他：“陛下。”阿莹。他涩然问道：“这么多年，你可曾向我交付过真心？”我想了想，答道：“从未啊。如今我在这里，只是想看陛下慢慢死去的样子。”坤宁宫里宜琼花的香气，加上药膳中的朱脂，便是一味夺魂蚀骨的慢性毒药。你我之间，竟隔着非死不能解开的仇恨。燕铎半合上眼：“阿莹，我骗了你一世，如今算是弥补回来了吧？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上辈子做夫妻时喜欢，这辈子见你的第一面依然喜欢。”燕铎正当青壮，猝然驾崩后，朝野一片混乱。我临朝称制，在宗室中选了个无依无靠的质子，扶持他做新帝，受了不少质疑和辱骂。我与陆昭年见了一面，他循着前世轨迹，已然是最年轻的权臣。我自高台走下，问他：“二哥，你会帮我，对吗？”陆昭年眸底情绪涌动，他屈膝跪下，双手交叠，向我深深一拜：“臣愿为娘娘屈遣。”我笑着转身，腰间玉佩轻轻晃动着。又是一年凛冬，皇帝在雪地里玩耍，玩累了便伏在我膝前。他伸出手给我看他手里的虎头铃铛，我淡笑着接过。宫城之内，我守望着全天下最至高无上的宝座；宫城之外，故人长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